秦风，你个登徒子，竟敢调戏我家小姐，不得好死！就是仗着镇国公的名头作威作福，真当我廖府好欺负不成？你没像原主那般恼羞成怒的回骂，反而微微垂眸，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，这是你前世思考时的习惯。片刻后，记忆彻底清晰，你是大前镇国公秦越的独孙，刚调戏完礼部侍郎之女廖灵瑶，说是调戏，却处处透着诡异。原主本是被廖灵瑶的贴身丫鬟无意引到闺房，刚进门就被廖家人堵个正着。廖明远手持长剑闯进院子，剑尖骤然抵在秦风的脖颈上。秦风，今天不给我妹妹一个交代，你休想活着走出去！换做原主，此刻早已吓得腿软求饶，可你大脑飞速运转，瞬间就明白自己遇上仙人跳了。这冷静的反应，连你自己都有些意外。或许是前世在商场摸爬滚打的本能，让你在危机面前远比这具身体的原主靠谱。这位兄台，此事恐有误会。廖明远厉声打断，脖颈上的剑尖却往里压了半分，划破一层薄皮，渗出血珠。谁跟你兄台？调戏我妹妹，铁证如山。今天你必须拿出赔偿，否则我必杀你。果然是个局，你心中冷笑，原主蠢得像头猪，才会掉进这种圈套。既然对方有所求，就绝不敢真伤了自己这个质子。毕竟你是牵制镇国公的唯一筹码。想罢，你不再客气，语气陡然转离，与刚才的平淡判若两人。廖明远，我乃镇国公世子，你一件白衣也敢口出狂言，说要取我性命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廖明远一怔，显然对你的反应有些意外。在他印象里，秦风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草包，以往只要有人拿出点气势，他就会吓得服软。今日怎么如此硬气？还镇国公世子，你就是个质子！识相的话，就立刻修书一封，让你爷爷马上回京向陛下请罪。你心猛地一沉，脸上却没露半分惊慌，反而迅速抓住了关键。廖明远要的是爷爷回京请罪，而非直接杀了自己。这说明爷爷或许只是与朝廷起了争执，尚未到彻底撕破脸的地步。换做原主，怕是早就吓得哭爹喊娘。敢问我爷爷所犯何罪？你这话问得平静，可心里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实在不行，大义灭亲也不是不能考虑。这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念头，与原主对爷爷的依赖全然不同。他在北疆拥兵100万，与6国对峙，却屡抗圣旨，迟迟不归，意图造反。我爷爷犯的是拥兵自重。看着你那震惊却不慌乱的模样，廖明远心中得意更甚。他以为你是怕了，可他不知道，你震惊的是爷爷竟有如此实力，而非害怕所谓的造反罪名。哼，现在你知道你爷爷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罪了吧？赶紧交代吧。换做原主，此刻怕是早已跪地求饶，可你眼神一冷，没等廖明远反应过来，抬腿就是一脚，精准地踢在了廖明远的两腿之间。这动作又快又狠，完全不像是原主那种只会耍横的纨绔能做出来的。紧跟着你数道脚影朝着廖明远脸上踢去，每一脚都恰到好处，既不会致命，却能让他吃尽苦头。屋内刚才还在高声谩骂的男男女女，此刻全都吓傻了。他们印象里的你，只会仗着身份欺负弱小，何曾有过这般干脆利落的身手和狠劲？住手！秦风，你竟敢在廖府行凶！我家小姐乃礼部侍郎之女，你就不怕陛下降罪吗？你愣了愣，随即嗤笑一声。换做原主，或许还会被陛下降罪这4个字吓到，可你清楚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这些都是空话。你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小六子，原主的贴身小厮，忠心耿耿，却也跟着原主一起被人瞧不起。小六子，他刚才指着我的鼻子骂，张嘴。小六子浑身一愣，心中泛起嘀咕：世子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以往遇到这种情况，不是躲就是闹，从未如此冷静地下命令。他抬头看了看秦风坚定的眼神，那眼神里没有半分以往的纨绔之气，反而透着一股让人不敢违抗的气场。小六子咬牙，甩出2记清脆的耳光。秦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让人打我！我要告诉我家小姐。你狠狠地抽搐了一下嘴角，眼神里满是嘲讽。堂堂镇国公世子，被一个丫鬟质问，好大的胆子！原主真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小六子，我让你停了吗？继续打，打到他闭嘴为止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下！出了事我担着。我乃镇国公世子，你们一介家丁，以下犯上跟我动手，若是我伤了一根毫毛，你们全家都得陪葬。听你说完，家丁们面面相觑，握着棍棒的手开始发抖。他们突然发现，眼前的你和平时那个只会咋咋呼呼的草包世子完全不同。真伤了你，别说他们这些下人，恐怕廖府满门都得跟着一起陪葬。小六子又是一巴掌扇在那丫鬟脸上，打得他一个踉跄。此时一道女声从院外传来，娇柔中带着一丝怒意。紧接着，一名身穿粉色长裙的女子在2名婢女的簇拥下缓步走来。小六子的手瞬间停在了半空，显然对这个人很是忌惮。你大致也猜到，这应该就是被调戏的廖灵瑶。秦风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打我哥，还有我的丫鬟，你就不怕我爹参你一本吗？你翻了个白眼，一阵无语。换做原主，或许还会忌惮礼部侍郎的身份，可你只觉得可笑。你一个小小3品礼部侍郎的女儿，也敢对本世子大呼小叫？你爹见到我都得客客气气的，他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这话一出，不仅廖灵瑶愣住了，连小六子都惊呆了。以往世子见到廖灵瑶，虽不至于讨好，却也从不敢如此直白的呵斥。毕竟原主还对廖灵瑶存着几分心思，可此刻的你，眼神里只有厌恶和不屑，哪里有半分迷恋？还有你们，刚才一个个骂得挺欢，现在都过来领2巴掌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换做原主，只会用身份压人，却从不会如此条理清晰的精算。那些下人顿然醒悟，眼前的世子变了，
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草包。他们纷纷跪倒在地，向你认错求饶。够了，秦风，你不过是个质子，你如此肆意妄为，是想给你远在边疆的爷爷惹麻烦吗？你直接气笑了，笑声里满是嘲讽。质子，我爷爷当朝一品镇国公，统兵100万，镇守北疆，护大前，万里河山。我是他在这世上的唯一血脉，谁要敢动我，就是与秦家为敌，就是灭门之仇。拿我当质子，你脑袋是被驴踢了吧？你这话掷地有声，完全不像是原主能说出来的话。以往的你只会炫耀爷爷的权势，却从不会如此清晰的剖析利弊。你是不是质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爷爷的逆鳞，他们的家世绑在一起，都动不了你爷爷一个手指头。门外传来一声惊呼，一个身穿黄色华服的人在护卫的簇拥下走了进来。来人正是三皇子钱景云。他一进门就看到廖府下人跪倒一片。白日行凶，目无法纪。秦风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通过刚才的交锋，你早已把前因后果梳理清楚，这一切都是钱景云和廖凌瑶设的局，想让你写信劝降远在边疆的爷爷。你心中冷笑，原主纯得看不破这么简单的圈套，可你一眼就看穿了。既然他们敢设局，就说明皇帝还没有完全把握住爷爷，那你就没什么好怕的。廖凌瑶见状，立刻换上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，快步上前挽住钱景云的手臂，将半个身子都依偎过去，眼眶泛红。殿下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只是好心告诉他，我只钟情于你，让他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他便如失心疯一般，要调戏于我，还当众行凶打了我哥和我的丫鬟。殿下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你看着廖凌瑶那惺惺作态的模样，不由在心中暗骂，演技真烂。换做原主，或许还会被这副模样骗到，甚至心生愧疚。可你只觉得恶心。王公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秦风仗势欺人，调戏官员家眷，证据确凿。秦风，本王劝你束手就擒，随我去大理寺领罚。钱景云话音落下，他身后的侍卫便齐齐向前，必要将你拿下。装你妈的大头鬼！你敢动，老子一下试试，看你爹能不能把你屎打出来。这话又粗又野，却带着一股莫名的底气。谁也没想到，一向在皇子面前唯唯诺诺的你，竟敢如此顶撞三皇子。说完，你便朝着气势汹汹的护卫走去，步伐沉稳，眼神没有半分畏惧。护卫们全都懵了。来之前三皇子就交代了，只能吓唬，不能真动手。可他们没想到，你不仅不害怕，反而主动上前。护卫们下意识的不约而同向后挪了一小步，场面一度尴尬到了极点。钱景云也彻底懵了。在他的预想里，你应该吓得浑身发抖，然后哭着向他求饶，求他放过自己，求他不要为难廖凌瑶。可眼前的你不仅不怂，反而比他还横。这反差让钱景云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感觉自己的脸都要掉在地上了。都退下！侍卫们如蒙大赦，立刻退到一旁。你对着小六子比了个摇人的手势，这手势是你前世的习惯。小六子虽没看懂，却凭着本能明白了你的意思，悄悄退了出去。秦风，本王知道你喜欢雨柔，其实把雨柔让给你这件事也不是不可能。你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换做原主，听到这话怕是早就喜出望外，立刻答应下来。可你清楚，钱景云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。只要你把你爷爷的虎符偷出来，然后拿到鎏金阁输掉，让朝廷有借口罢免他的军权，到时候本王就向陛下请旨，将雨柔赐婚给你。钱景云说的深情款款，眼神里却藏着算计。你听着差点吐出来，真是恶心他妈别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换做原主，或许真会被娶廖凌瑶这个条件冲昏头脑，做出卖爷爷的事。可你只觉得可笑，表面上却强忍着，点了点头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，只要本王能做到，一定答应你。你俩得送我出去。刚才你们设局让我丢人，现在得给我补回来，亲自送我到门口，让外面的人看看三皇子和廖小姐是如何礼送我镇国公世子的。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没等他说完，你就已经转身向外走去。你实在不想再听这两人多说一句话，那虚伪的模样看得你胃里翻江倒海。这果断决绝的态度，又和原主那拖泥带水、贪恋美色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你出门就看见小六子旁边站着车夫于伯，于伯是爷爷暗中安排在你身边的护卫，身手高强，只是平时装作普通车夫。你快步走到于伯面前，压低声音快速问道：府中是否有北疆来的消息？于伯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显然没想到你会突然问起这个。他不动声色地用手比划了一个安全的手势，你心里差不多就有数了。爷爷那边没事，至少目前是安全的。秦世子慢走，本王送你。哎呀，三皇子客气了。你快步走到钱景云面前，就在他以为你要客气几句的时候，你突然脸色一变，一腿直接踢在钱景云两腿之间，动作快如闪电，完全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。皇子算个毛，又不是太子，也敢算计你爷爷我？这突如其来的反转让廖凌瑶吓得尖叫出声，于伯也愣了一下。他跟着你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又机灵的世子。给我打，把他往死里打，出了事本王担着。护卫们这次不敢犹豫，齐齐朝着你扑了过来。可于伯早有准备，身形一闪，挡在你面前。他看似苍老的身躯，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三两下就把冲上来的护卫打得人仰马翻，哭爹喊娘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你的心情瞬间通畅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爽朗，没有半分纨绔子弟的阴柔，反而带着一股少年人的洒脱和霸气。你转身朝门外走去，步伐轻快，完全没把身后的钱景云和廖凌瑶放在眼里。小六子见状，赶紧小跑着跟上秦风，路过那些倒地哀嚎的护卫时，还故意抬脚踹了其中一个。让你们欺负世子，活该！
刚坐上马车，你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，取而代之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凝重。刚才在廖府的嚣张跋扈，不过是你故意为之的保护色，既要震慑对手，也要让外界知道镇国公世子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可你心里清楚，打了三皇子，这事绝不会就这么轻易了结。俞伯，爷爷在京中布置的暗线能调动多少？俞伯握着马鞭的手顿了顿，转头透过车帘缝隙看了你一眼，眼神里满是震惊。以往的你从未问过这些关乎家族根基的事，整日只是吃喝玩乐，今日不仅主动询问暗线，语气里还带着清晰的指令感。这反差让俞伯一时有些恍惚。回世子，明面上能调动的人手有50余人，遍布市井、官场外围，暗线更是深入各府。只要世子有令，半个时辰内就能集结。好，你立刻让人去查2件事：一是廖府最近与朝中哪些官员往来密切，尤其是和三皇子钱景云的私下接触；二是打探一下皇宫内的动静，看看钱景云会不会立刻进宫告状。陛下对此事的态度如何？俞伯眼中的震惊更甚，他越发确定眼前的世子真的变了，不再是那个需要他暗中保护的草包，反而成了能运筹帷幄、布局谋划的主心骨。换做以前，别说让你查官员往来，就算告诉你这些，你也只会左耳进右耳出。一旁的小六子听得云里雾里，挠了挠头。世子，您查这些干啥呀？咱们直接回复躲着不就行了？以前您惹了麻烦，不都是躲在府里让国公爷派人摆平吗？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爷爷远在北疆，我们不能事事都靠他，得自己把腰杆挺直了。小六子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看着你沉稳的侧脸，心里莫名多了几分底气。以前的世子虽然嚣张，却总让人觉得虚浮，可现在的世子，哪怕只是安静的坐着，也让人觉得他是可靠。马车刚驶入镇国公府，管家秦钟便急匆匆迎上，满脸焦急，额冒汗珠。世子，您可算回来了！外面都传您在廖府打了三皇子，还伤了他的护卫，这是真的吗？三皇子是陛下之子，您怎能如此冲动？咱们国公府再有权势，也扛不住陛下震怒啊！换作原主早已惊慌失措，你却神色平静，轻轻拍开他的手。秦管家别急，是钱景云和廖家设局害我，想骗我偷爷爷的虎符，谋夺军权。我只是正当反击，你立刻调动府中护卫加强戒备，防止他们狗急跳墙。世子，您不害怕吗？秦钟虽震惊，却不敢耽搁，躬身应下，便匆匆去办。你转身沉稳走向书房，路过庭院时，下人们敬畏的目光已取代了往日的鄙夷。世子，钱景云已进宫见陛下，廖府近期与吏部尚书、户部侍郎往来密切，这2人是惠妃娘家人。另外，陛下听闻钱景云哭诉后并未震怒，只让他先回府，说要调查此事。调查？陛下是在权衡我爷爷与钱景云的势力，不愿轻易得罪任何一方。俞伯，你立刻让人把他们设局陷害我的事隐晦透露给京中有名的御史，再把廖家与那2位尚书往来的证据匿名送大理寺卿手中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俞伯退下后，小六子小声问道：世子，您这是要借御史和大理寺的手收拾他们吗？钱景云想借陛下压我，我便借朝堂之力反击。他当我还是任人拿捏的草包，自会付出代价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秦钟的声音：世子，陛下身边的李公公来了，说请您进宫问话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走出书房，面对即将到来的皇室问责，毫无惧色。从前你是牵制爷爷的棋子，如今你要做刺破棋局的刀锋。知道了，让他稍等，我随后就到。你随李公公踏入皇宫，遇到2侧的侍卫肃立如松，气氛庄严肃穆。换作原主，在此等阵仗下早已手足无措，可你步伐沉稳，神色淡然，仿佛只是走在自家庭院一般。李公公瞥了一眼你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。这镇国公世子今日的气度，竟与传闻中截然不同。殿中2侧不仅站着吏部尚书王坤、户部侍郎廖启，还有几位手握兵权的将军，以及一直与秦家不对付的丞相张松。钱景云捂着小腹，倚在殿柱旁，脸色惨白。见你进来，怨毒的眼神里竟藏着一丝得逞的笑意。秦风，你在廖府殴打皇子，纵仆伤人，可有此事？换作原主，此刻早已跪地求饶，语无伦次。可你微微躬身，不卑不亢地回道：陛下，臣并非故意闹事，而是遭钱景云与廖府设局陷害，意图诱骗臣盗取爷爷的虎符，臣实属正当防卫。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调戏廖小姐不成，恼羞成怒才动手打人。廖小姐和府中下人皆是证人。陛下明鉴，犬女灵瑶品行端正，今日却是被秦风轻薄。府中10余名下人亲眼所见，秦风仗着镇国公权势，在京都横行霸道已久，今日更是胆大包天，连皇子都敢殴打。恳请陛下为臣女，为三皇子做主。陛下，秦风所言毫无凭据，反倒是廖府人证确凿。且镇国公在北疆拥兵自重，屡抗圣旨，如今其孙又在京都如此嚣张，恐有不臣之心啊！你心中一沉，瞬间明白过来，这不是简单的问责，而是一场早已布好的围猎。钱景云的指控，廖府的人证，王坤的落井下石，环环相扣，显然是要借此事将你定罪，进而牵连爷爷。三皇子说我调戏廖小姐，可有实证？是我碰了他一根手指，还是说了什么轻薄之言？至于你说的人证，
皆是廖府下人，自然为你马首是瞻，其言岂能作数？秦世子此言差矣，廖府乃官宦之家，下人怎敢随意作伪证？况且三皇子贵为皇子，又何必设局陷害你一个质子？秦世子，你还是老实认罪，或许陛下还能从轻发落。张松的话看似公允，实则堵死了你的辩解之路。你清楚，此刻再多的口头辩解都无用，钱弘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一个能平衡朝堂与北疆势力的借口。你不再急于辩解，目光扫过殿中众人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若臣真如他们所言，是个横行霸道的草包，又怎能识破三皇子的局？若臣真要调戏廖小姐，又为何会在廖府动手伤人，把自己置于如此境地？你这话一出，殿内瞬间安静了几分。几位将军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钱弘的敲击龙案的动作顿了顿，抬眸看向你。你想说什么？臣想说，此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针对秦家的阴谋。陛下，我爷爷镇守北疆，与六国浴血奋战，护大前万里河山。若真有不臣之心，北疆早已大乱。如今有人借臣之事构陷爷爷，恐怕是想动摇大秦的根基啊！陛下，秦世子所言有理。郑国公在北疆多年，战功赫赫，深受士族拥戴，绝无反心。此事或许另有隐情，还请陛下明察。这位将军乃是爷爷的老部下，如今在京中任职，虽无实权，却颇有威望。李将军，你这是在为秦家开脱？秦风人证确凿，岂能因你一言就推翻？够了！秦风殴打皇子事实，廖府人证俱在。但你所言的阴谋也并非全无道理。朕念及郑国公镇守北疆有功，暂不追究你的罪责，但你需禁足郑国公府3月，闭门思过。你心中冷笑，这是要把你软禁起来，既不彻底得罪爷爷，又能限制你的行动，好观察后续的动静。你知道，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，再争下去只会让钱弘更加忌惮。钱弘挥了挥手，示意秦风退下。张松，你去查一查此事背后的牵扯，务必查清楚。走出御书房，你紧绷的神经稍稍舒缓。李公公跟在身后，见你神色淡然，忍不住多问了一句：“世子，陛下虽未重罚，但3月禁足也是惩戒。您回府后可得安分些。”劳烦李公公提醒，本世子自有分寸。你深知这3个月禁足绝非简单的闭门思过，而是钱弘的观望期，也是张松、钱景云等人的蛰伏期。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趁你被限制行动时暗中布局。你必须抢在他们之前筑牢防线，甚至主动出击。回到郑国公府，秦风刚走进书房，俞伯便紧随而至。世子，您进宫期间，属下查到张松已经派人去查廖府设局的事了，看架势是想借查案之名把水搅浑，掩盖他和钱景云的牵扯。另外，惠妃在宫中也没闲着，暗中联络了几位朝臣，似乎想在朝堂上进一步打压秦家。张松是惠妃的人，钱景云是惠妃所出，他们本就是一丘之貉。俞伯，你让人把之前收集的廖家与吏部尚书、户部侍郎往来的证据，再补充一些细节，匿名送到李将军手中。李将军是爷爷的老部下，定会在朝堂上帮咱们说话，打乱他们的节奏。属下明白。另外，世子，小六子刚才去打探消息，说京中已经开始流传您仗势欺人、被陛下禁足的谣言了，怕是张松他们放出去的，想败坏您和秦家的名声。名声？我本就被冠以草包世子的名头，还怕什么败坏？不过，他们想借谣言压我，我偏要让谣言反过来咬他们一口。你让人去市井间散布消息，就说三皇子为夺储君之位，勾结外戚构陷郑国公世子，陛下念及郑国公镇守北疆有功，才从轻发落，实则早已看穿其阴谋。换作原主，面对谣言只会气急败坏地冲出去辩解，最后反而把事情闹得更大。可现在的你，深谙舆论之道，懂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借市井流言引导风向，动摇对手的根基。世子，您这招太妙了，让他们也尝尝被谣言缠身的滋味。以前那些人总说您是草包，现在肯定没人敢这么想了。少贫嘴，你去把府里的账本拿过来，我要看看府中最近的收支情况。以前我不管这些，现在得把府里的事理顺了，免得被人钻了空子。小六子愣了愣，随即快步跑了出去。在他印象里，世子以前从来不管府中事务，整日只知吃喝玩乐，如今竟然主动要查账本，这变化实在太大了。俞伯看着你沉稳的侧脸，心中越发坚定，世子已经成长为能撑起秦家的主心骨了。接下来的几日，京中的流言风向果然如你所料，渐渐转向。百姓们本就敬重镇守北疆的郑国公，得知三皇子可能构陷其孙，纷纷指责钱景云心胸狭隘，不择手段。朝堂上，李将军拿着你送去的证据，弹劾吏部尚书和户部侍郎勾结廖府，结党营私。钱弘虽未立刻处置，却也下令彻查，让张松等人一时陷入被动。你眉头微微皱起，账本上的收支混乱不堪，多处存在不明之处，显然是有人在暗中中饱私囊。俞伯，你去查一下府里的账房先生，看看这些不明之处是怎么回事。我怀疑府里有内鬼，可能和外面的人勾结。世子放心，
属下这就去查，敢在国公府里动手脚，定要他付出代价。没过多久，于伯就查清了真相，账房先生果然是张松安插在府里的眼线，那些不明之处都是用来资助张松的私人势力的。你得知消息后，没有丝毫慌乱，反而冷静地下达了命令，把账房先生绑起来，秘密关押，不要打，不要骂，派人看好他，别让他自尽。另外，也让人模仿他的笔记，继续向张松输送钱财，让他放松警惕，以为咱们还被蒙在鼓里。世子高见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你清楚，这个账房先生是重要的突破口，不能轻易处置，留着他不仅能稳住张松，还能在关键时刻反咬一口，给张松致命一击。张松得知镇国公府账房先生仍在按计划输送钱财，果然放松了警惕，认为你依旧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草包柿子。他找到钱景云，商议下一步的计划。张大人，秦风那个废物竟然敢坏我的好事，还让我在父皇面前丢尽了脸面。你一定要想办法，在他禁足期间把他彻底搞垮。三皇子放心，秦风虽然这次侥幸逃过一劫，但他被禁足府中如同困兽。属下已经让人联系了一些江湖势力，打算在夜里潜入镇国公府，制造意外，让他彻底消失。到时候，镇国公得知独孙惨死，定然会方寸大乱。陛下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剥夺他的军权。好，就按张大人说的办。事成之后，本王定会在父皇面前为你美言几句。他们自以为计划周密，却不知这一切早已被你安插在张松府中的暗线得知。当晚，于伯就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你。你听着于伯的汇报，脸上没有丝毫惊慌，反而露出了一丝了然的笑意。江湖势力，张松倒是舍得下本钱。于伯，你觉得他们会什么时候动手？属下猜测，他们应该会在3日后的夜里动手。3日后是15，月色明亮，便于他们行动。而且3日后陛下要去西郊围猎，京中守卫相对松懈，他们正好可以趁乱行事。好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。你立刻调动府中的暗线和护卫，在府中布下天罗地网。记住，不要轻易下死手，尽量抓活的。另外，你让人去通知李将军，让他在陛下围猎期间暗中留意京中的动静，一旦这边得手，就立刻向陛下禀报，揭穿张松和钱景云的阴谋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一旁的小六子听得心惊胆战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世子，他们竟然想杀您，要不咱们还是向国公爷求救吧，让国公爷派人来保护您。”不用，爷爷远在北疆，来回奔波耗时耗力，而且容易打草惊蛇。这点小事，我们自己就能解决。以前事事靠爷爷，现在该轮到我保护自己，保护秦家了。小六子看着你坚定的眼神，心里的恐惧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敬佩。接下来的3日，你表面上依旧按部就班的在府中看书练拳，仿佛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。府中的下人们也被你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没有丝毫慌乱，这让暗中观察的张松眼线放松了警惕。第3日夜里，月色明亮，如白昼一般，几道黑影悄无声息地翻过镇国公府的围墙，朝着你的书房摸来。他们动作迅捷，显然是经验丰富的江湖好手。就在他们靠近书房窗户的瞬间，四周突然亮起了火把，无数护卫从暗处冲了出来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拿下，一个都别放跑了！黑影们脸色一变，立刻拔出武器反抗。可他们没想到，镇国公府的护卫竟然如此强悍，而且早有准备。双方激战片刻，黑影们便渐渐落了下风，一个个被打倒在地，束手就擒。说吧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只是路过，不小心闯进了府里，没有任何目的。路过，深夜路过，还带着武器，朝着我的书房摸来。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你们是不会说实话了。于伯，把他们带下去，好好招待一下。记住，别让他们死了。是，世子。于伯把黑影们带下去后，没过多久就有了结果。黑影头目不堪酷刑，终于招供，承认是张松派他们来的，目的是制造意外，杀死你，继而牵连镇国公。你让人把供词记录下来，签字画押，作为日后扳倒张松的重要证据。李将军按照你的吩咐，在钱红面前不动声色地提起京中可能有异动，引起了钱红的警惕。就在这时，于伯派去的人赶到围猎场，把张松派江湖势力刺杀你的事以及黑影的供词一并禀报给了钱红。大胆张松，竟敢在京都暗杀镇国公世子，还想牵连镇国公，传朕旨意，立刻回京，将张松、钱景云拿下，打入天牢。钱红震怒不已，他本就对张松和惠妃的势力有所忌惮，如今张松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在京都行凶，还想动摇北疆根基，这彻底触碰了他的底线。你得知钱红已经下令捉拿张松和钱景云的消息后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意。张松和钱景云倒了，惠妃的势力也会受到重创，短期内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招惹秦家了。这都是世子的功劳，若不是世子运筹帷幄，提前布局，我们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扳倒他们。小六子在一旁听得兴高采烈，蹦蹦跳跳地说道：“世子，您太厉害了！以前那些说您是草包的人，现在肯定都被狠狠打脸了。”
以后咱们镇国公府在京都再也没人敢欺负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张松和钱景云倒了，不代表就没有其他敌人。朝堂之上，人心叵测，我们还要时刻保持警惕。另外，爷爷还在北疆，我们要尽快把这里的消息传给他，让他放心。你深知这场博弈只是暂时的胜利，京都的局势依旧复杂。只要爷爷还在北疆手握重兵，秦家就永远会是朝廷忌惮的对象，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敌人找上门来。你必须不断变强，才能真正撑起秦家，保护爷爷。次日清晨，京中传来消息，张松和钱景云已被打入天牢，惠妃被禁足宫中，吏部尚书和户部侍郎等相关官员也被一一革职查办。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，对镇国公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再也没有人敢嘲笑你是草包世子了。你把京都发生的一切详细的告知爷爷秦越。写完信后，你把信交给于伯，让他尽快派人送到北疆。爷爷，您在北疆安心镇守，京都的事有我在，任何想伤害秦家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世子，陛下派人传来口谕，说念及你此次揭发阴谋有功，提前解除你的禁足。另外，陛下还邀请你3日后进宫赴宴，商议封赏之事。提前解除禁足，还要封赏？钱红这是想拉拢我，制衡北疆的爷爷啊！你瞬间就看穿了钱红的心思，他既忌惮爷爷的兵权，又需要爷爷镇守北疆，所以想通过拉拢你来牵制爷爷。换做原主，或许会被封赏冲昏头脑，欣然接受。可你清楚，这只是钱红的权宜之计，一旦秦家失去利用价值，依旧会被抛弃。世子，那您打算怎么办？若是拒绝陛下的邀请，恐怕会惹陛下不高兴；若是接受，又怕落入陛下的圈套。既不拒绝，也不迎合。3日后，我按时进宫赴宴，陛下要封赏，我就顺势接受。但要的不是高官厚禄，而是一些对秦家有利的实际好处，比如减免府中赋税，或者赏赐一些良田。这样既能让钱红满意，又不会让他觉得我有野心，还能为秦家积累实力。世子考虑周全，属下佩服。你穿着一身规整的世子服饰，按时进宫赴宴。御花园内，宴席早已备好，钱红坐在主位上，神色温和，与上次在御书房的威严判若两人。秦风，你来了，快请坐。此次你揭发张松和钱景云的阴谋，有功于朝廷，朕要好好赏你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陛下，臣孙不敢奢求高官厚禄，臣孙只希望陛下能减免镇国公府3年的赋税，再赏赐一些良田，让臣孙能更好地打理府中事务，为陛下分忧。好一个懂事的孩子，朕准了。就依你所言，减免镇国公府3年赋税，赏赐良田1000亩。钱红没想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心中对你的警惕稍稍放下。他觉得你果然还是个胸无大志的世子，只看重眼前的利益，不足为惧。可他不知道，你这是在暗中积累实力，为秦家的未来铺路。宴席上，你举止得体，言语谦逊，既不张扬，也不怯懦，让在场的官员们刮目相看。他们纷纷感叹，镇国公世子果然脱胎换骨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草包了。世子，一切都还顺利吧？顺利。钱红赏赐了1000亩良田，减免了3年赋税，虽然都是些小恩小惠，但积少成多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你坐上马车，看着窗外繁华的京都夜景，心中清楚，这只是你在京都立足的第一步。你不再是那个刚穿越过来、手无寸铁的新手，也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草包世子。马车驶入镇国公府，秦钟早已在府门等候，见秦风归来，连忙上前躬身行礼。世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方才户部的人送来了良田的地契，还有陛下减免赋税的圣旨，老奴已经妥善收好。知道了，你让人去查查那1000亩良田的位置和土质，若是肥沃的熟地便罢，若是贫瘠之地，后续再做打算。是，世子，老奴明日一早就去安排。秦钟心中越发感慨，世子如今考虑事情竟如此周全，连地契背后的细节都能顾及到，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对府中事务漠不关心的纨绔了。你走进书房，于伯已在此等候，手中捧着一份密报。世子，这是北疆传来的消息，国公爷收到您的信后，并未回府，只是让人传话说，北疆边境近期有匈奴异动，他需坐镇前线，京都之事全权交由您处置。另外，国公爷还让属下给您带来了一批暗卫，已在府外待命。匈奴异动，看来钱红拉拢我，也有借秦家牵制北疆外敌的心思。暗卫暂且让他们潜伏在府外，不必急于召回，日后必有大用。世子，外面来了个自称是您远房表亲的人，说是从江南来的，有要事求见。远房表亲？我怎么不记得秦家有江南的亲戚？于伯去查查他的底细。属下这就去。没过多久，于伯便返回书房，脸色凝重。世子，此人身份可疑，并非秦家亲戚。属下查到，他近日与废太子的旧部有过接触，恐怕是来试探您的。废太子旧部，看来京都的水比我想的还要深。张松和钱景云倒了，又有人想拉我入局，让他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。片刻后，一名身着青衫、面容清瘦的男子走进书房，见到秦风，立刻躬身行礼。在下苏文，
见过秦世子。苏先生不必多礼，听闻你是我的远房表亲，可我查阅族谱，并未有苏姓亲戚记载。不知先生今日前来，究竟有何要事？世子果然聪慧，在下确实并非您的表亲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是顾太子麾下之人。如今张松伏法，惠妃失势，朝中势力重新洗牌，在下是来为世子送一份大礼的。大礼？我秦家世代忠良，岂会与废太子旧部有所牵扯？苏先生怕是找错人了。世子先别急着拒绝，这份密函记载着二皇子钱景峰与西域诸国往来的证据。二皇子一直暗中培养势力，意图争夺储位，只是此前被三皇子和张松的锋芒掩盖。如今三皇子倒台，二皇子必定会将矛头指向您和秦家。您若能利用这份证据，便可先下手为强，打压二皇子的势力。你拿起密函，缓缓翻开，密函中详细记载了二皇子派人出使西域的时间、地点，以及与西域诸国达成的秘密协议。二皇子承诺，若他日登基，便割让北疆3城给西域诸国，以换取他们的支持。心中一沉，这份证据若是属实，二皇子的野心着实不小。你为何要把这份证据交给我？你就不怕我把你交给陛下，邀功请赏？在下自然不怕。一来世子与二皇子并无交情，打压二皇子对你有利；二来顾太子与郑国公曾有旧交，当年顾太子被废，并非谋逆，而是遭人陷害。在下相信郑国公和世子都是明辨是非之人，若世子能借此事扳倒二皇子，也能为顾太子洗刷一些冤屈。密函我留下了，你走吧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若让我发现你有其他图谋，休怪我无情。多谢世子，在下告辞。世子要派人跟着他吗？不必，他既然敢来，就必然做好了退路。派人跟着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你让人去核实密函中的内容，务必查清楚真假。3日后，俞伯将核实后的消息汇报给你。密函中的内容属实，二皇子确实与西域诸国有所勾结。二皇子的母妃丽妃近日频繁在宫中联络朝臣，似乎在为二皇子铺路。就在这时，秦钟匆匆走进来。世子，不好了！京中突然流传出消息，说您与废太子旧部有勾结，意图颠覆朝政，还说您接受陛下的封赏是为了暗中积累实力，辅佐废太子复位。果然来了，这肯定是二皇子和丽妃的手笔。他们怕我利用密函对付他们，便先下手为强，散布谣言，败坏我的名声。世子，他们太过分了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要不，咱们也散布谣言，揭穿二皇子勾结西域的事。不可，二皇子勾结西域之事牵扯甚广，若是贸然公布，会引起朝野震动，反而会让陛下忌惮我们。我们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。那世子打算怎么办？谣言越传越凶，若是陛下相信了，恐怕会对咱们不利。既然他们想借谣言压我，我便借陛下的手破局。俞伯，你把这份密函交给李将军，让他在朝堂上匿名举报二皇子勾结西域之事，但不要提及废太子旧部和我的关系。世子高见，这样一来，陛下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二皇子身上，谣言自然不攻自破。另外，你让人去市井间散布消息，就说二皇子为了争夺储位，不惜勾结外敌，出卖国家利益，连北疆3城都敢割让。百姓们最痛恨出卖国家的人，只要激起民愤，二皇子就算有丽妃相助，也难以翻身。你深知对付二皇子这样的对手，不能只靠朝堂上的博弈，还要借助民心的力量。民心所向，便是大势所趋。只要百姓们站在秦家这边，陛下就算想动你，也得考虑民心向背。次日清晨，朝堂之上，李将军将匿名举报二皇子勾结西域的密函呈给钱弘。钱弘看完密函后，脸色铁青，立马将钱景峰打入了天牢。朝臣们见状，纷纷大惊失色。丽妃在宫中得知消息后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跪在钱弘面前求情，却被钱弘下令禁足宫中。与此同时，京中的民心也被彻底激起。百姓们得知二皇子为了争夺储位，竟要割让北疆3城给西域诸国，纷纷义愤填膺，聚集在二皇子府外，高声谩骂，扔掷石块。二皇子府外一时间乱作一团。郑国公府书房内，秦风听着俞伯的汇报，脸上没有丝毫波澜。世子，二皇子已被打入天牢，丽妃被禁足，其党羽也被陛下下令彻查。京中流传的关于您的谣言，已经没人相信了。这只是暂时的，二皇子倒了，还会有其他皇子站出来。只要爷爷还在北疆手握重兵，秦家就永远是别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一名暗卫走进书房，躬身行礼。世子，北疆传来急报，匈奴大举入侵，国公也已经率军出征，让属下向您报平安。匈奴入侵，俞伯，你立刻让人将府中积攒的粮草和药材运往北疆支援爷爷。另外，你让人密切关注朝中动向，尤其是陛下的态度。爷爷出征期间，朝中必定会有人趁机发难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
北疆战事爆发的消息传遍京都，朝野上下一片震动。钱弘在朝堂上召开议事，商议支援北疆之事。不少朝臣提议让你前往北疆协助镇国公，美其名曰历练，实则是想将你调离京都，削弱秦家在京都的势力。秦风，如今北疆战事吃紧，你爷爷年迈，身边需要人协助，朕打算派你前往北疆，协助你爷爷打理军务，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孙多谢陛下信任，只是臣孙能力有限，恐难当此重任。而且京都局势复杂，臣孙留在京都，可为陛下稳住后方，防止有人趁机作乱，也能为北疆筹集粮草和物资，支援爷爷出征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便留在京都，负责为北疆筹集粮草和物资。朕给你调遣户部和兵部部分职权，务必保障北疆的后勤供应。臣孙遵旨，定不辜负陛下所托。从御书房出来后，你就看见于伯在宫门外等候。世子，陛下没有强逼您前往北疆，真是太好了。钱弘只是想试探我，他既想让我为北疆效力，又怕我在北疆掌握兵权，壮大秦家的势力，让我留在京都负责后勤，是想将我置于他的眼皮底下，便于掌控。你心中清楚，这是一场新的博弈。负责北疆的后勤供应，看似是重任，实则也充满了危险。若是粮草和物资出现问题，责任便会全落到你的头上。二皇子的余党和其他对秦家心怀不满的人，必定会在后勤上做手脚。回到镇国公府，你立刻召集秦钟和于伯商议。秦管家，你负责盘点府中的粮草和钱财，列出详细的清单。于伯，你调动所有暗线，密切监视户部和兵部的官员，尤其是二皇子的余党，一旦发现他们有异动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另外，你让人去江南、巴蜀等地联系可靠的粮商和药商，提前储备一批粮草和药材，以防不测。是，世子。是，世子。你站在书房的地图前，目光落在北疆的方向。爷爷，您放心，后方有我一定会保障好后勤供应，让您在前线安心作战。接下来的数日，你全身心投入到北疆后勤筹备中。秦钟已盘点完府中粮草钱财，列出详细清单呈到你面前。于伯也传回消息，江南、巴蜀的可靠粮商、药商已联络妥当，承诺优先供应镇国公府所需物资。而户部那边，你亲自登门对接，可负责粮草调拨的户部主事刘坤，却总是以库存不足手续为其为由推诿拖延。刘坤，此人是丽妃的远房表亲，二皇子的余党，看来他是想在粮草上给我使绊子。世子，属下查到，刘坤最近频繁与几名被革职的二皇子党羽私下见面，恐怕是在密谋如何拖延粮草供应，嫁祸给您。嫁祸我？他也配？于伯，你让人把刘坤推诿拖延的证据收集齐全，包括他与二皇子余党见面的行踪记录。另外，你去通知李将军，让他在朝堂上隐晦提及北疆后勤供应受阻之事，看看钱弘的反应。你深知对付刘坤这样的小角色，无需亲自出手，借朝堂之力便可轻松解决，而且这也是试探钱弘态度的好机会。若钱弘重视北疆战事，必会严惩阻碍后勤之人；若他有意纵容，你也能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李将军按照你的吩咐，向钱弘启奏。陛下，北疆战事吃紧，急需粮草物资支援，可如今粮草调拨却屡屡受阻，长此以往，恐影响前线士气，还请陛下过问此事。竟有此事？负责粮草调拨的是何人？为何会受阻？陛下，负责此事的是户部主事刘坤，臣立刻去核查情况，若确有拖延之事，定严惩不贷。立刻核查！朕不管是谁，敢阻碍北疆后勤供应，就是通敌叛国。钱弘的态度很明确，北疆战事关乎大秦安危，他绝不允许有人在此时拖后腿。户部尚书不敢耽搁，退朝后立刻核查，很快便查到了刘坤推诿拖延的证据。于伯将消息汇报你，刘坤已被户部尚书拿下，押入大理寺审讯。据大理寺传来的消息，刘坤已招供，是受二皇子余党指使，意图拖延粮草供应，嫁祸给您，动摇秦家在朝中的地位。让大理寺仔细审讯，顺藤摸瓜，把剩下的二皇子余党一网打尽。另外，秦管家，你立刻安排人手，将府中储备的粮草和从江南、巴蜀筹集的药材，先行运往北疆，缓解前线急需。是，世子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秦钟不敢耽搁，当即调配府中护卫，连同从江南、巴蜀加急运来的粮草药材，组成一支20辆马车的运输队，择了吉日启程北行。你亲自送到府门，反复叮嘱护卫统领此行务必谨慎，尤其是黑石隘口一带，地势险峻，历来是匪患高发地，务必加快行进速度，不可在此地过夜。世子放心，属下定护粮草安全抵达北疆，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运输队缓缓驶离京都，你站在府门，眉头微蹙。于伯走到你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世子，属下已加派暗线沿途护送，一旦有异动，会第一时间传回消息。”二皇子余党刚被打压，必然心有不甘。粮草运输是他们最后的可乘之机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你继续盯着京中动静，尤其是那些被革职的二皇子党羽，看看他们近期有何异常。然而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运输队出发后的第3日深夜时分，于伯神色慌张地冲进书房，手中攥着一封染血的密信。
黑石隘口，我明明叮嘱过不可在此地停留，怎么会偏偏在那里遇袭？属下刚查到，驻守黑石隘口的地方兵丁，在运输队抵达前半个时辰，被人以京中调令调离了驻地。那调令是伪造的，盖的是假印，而伪造调令的人正是前兵部侍郎的亲信。前兵部侍郎是二皇子的死忠，之前被革职后一直藏匿在京郊，至今未被抓获。你走到地图前，指尖重重落在黑石隘口的位置。好狠的算计！于伯，你立刻调动府中所有暗卫，外加爷爷送来的那批暗卫，全面封锁京郊各条通道，务必把前兵部侍郎抓回来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另外，让李将军出面施压大理寺和刑部，让他们全力配合追查，就说此事关乎北疆战事，延误不得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一旁的小六子吓得脸色发白，声音发颤。世子，粮草烧了大半，北疆那边怎么办？国公爷要是缺粮，秦管家，你立刻盘点府中所有剩余财物，包括刚赏赐的1000亩良田，全部挂牌变卖。另外，你亲自去江南巴蜀找到之前联络的粮商药商，告诉他们，无论代价多大，必须在3日内再筹备一批粮草药材。我会派暗卫护送你往返，确保安全。世子放心，老奴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一定把粮草药材筹备妥当。北疆战事刻不容缓，绝不能让爷爷因粮草问题陷入被动。此刻的镇国公府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只知享乐的府邸。次日天未亮，秦钟便带着2名精锐暗卫，揣着变卖田产的地契和府中积蓄，急匆匆赶往江南。而你亲自前往关押前兵部侍郎的秘密据点，据点设在京郊一处废弃的驿站，四周被暗卫严密布控，连一只飞鸟都难以靠近。前兵部侍郎被铁链锁在石柱上，衣衫褴褛，脸上满是伤痕，却依旧梗着脖子，眼神桀骜。见到秦风进来，冷哼一声，别过脸去。李侍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顽抗到底？黑石隘口的埋伏，伪造调令调离兵丁，烧毁北疆粮草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。你以为你能扛得住？秦放，你少得意！二皇子殿下定会为我报仇。你们秦家手握重兵，早就是陛下的眼中钉，迟早会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二皇子，他自身都难保，还能顾得上你？我问你，此次烧毁粮草的计划，除了你和那些死士，还有谁参与？丽妃在宫中是否知情？有没有其他皇子牵涉其中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不说也无妨，我知道你有个独子，如今在江南担任县令，你若是执意不招，我不介意让他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。你是忠臣，可你的儿子未必想为一个失势的皇子陪葬。听到独子2字，李高的身体猛地一颤，眼神瞬间慌乱起来。我给你一盏茶的时间考虑，招供，我保你儿子平安无事，让他辞官归隐，安度余生；不招，你不仅会死无全尸，你的儿子也会因你牵连，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一盏茶的时间很快过去，李高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颓然地低下了头。我说，此次计划是丽妃娘娘暗中授意的，她让我务必毁掉粮草，嫁祸给你，让陛下治你的罪，进而削弱镇国公的兵权。另外，3皇子的余党也参与了，他们提供的部分死士，条件是事成之后，丽妃帮他们平反。丽妃，她倒是敢铤而走险，你可有证据证明是她授意的？有，丽妃娘娘曾派贴身宫女给我送过一封密信，上面写着具体的计划安排，还有她的私印。那封密信我藏在了京郊的一处山神庙里。走出驿站，你吩咐于伯，立刻带人去山神庙取回密信，务必小心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另外，派人去江南保护李高的儿子，按我说的，让他辞官归隐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与此同时，京中朝堂上，关于粮草被烧的消息已经传开，不少与秦家不和的朝臣趁机发难，纷纷上书钱弘，指责秦风调度无方，致使粮草被毁，延误军机，要求陛下严惩，剥夺秦家负责后勤的职权。钱弘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奏折，脸色阴沉不定。钱弘召来丞相和李将军议事，丞相率先开口，语气带着刻意的凝重：陛下，秦风负责北疆后勤，却出此纰漏，粮草被毁大半，北疆前线危在旦夕，若不严惩，难以服众，也恐寒了百官之心啊。臣以为应即刻剥夺秦风的后勤职权，另派可靠之人接管，方能保障前线补给。陛下，丞相所言差矣。秦世子早已反复叮嘱运输队避开黑石隘口过夜，且加派暗线护送，已是思虑周全。此次粮草被烧，绝非调度无方，而是有人故意设局陷害。如今北疆战事吃紧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贸然剥夺秦世子的职权，恐会打乱后续粮草筹备节奏，反而误了大事，还请陛下三思。钱弘揉了揉眉心，神色复杂。他既忌惮秦家兵权，又深知北疆战事离不开秦家镇守。如今粮草被毁，若处置不当，轻则影响前线士气，重则动摇国本。沉吟片刻，
他沉声道：“传朕旨意，赵秦风即刻进宫问话。”你接到传召时，刚从秘密据点返回镇国公府，得知朝堂上的动向，你心中了然，这既是钱红的试探，也是对手借势施压的手段。你带上李高的供词记录，又让人将暗卫传回的伪造调令副本一并收好，即刻赶往皇宫。秦风，运输队在黑石隘口遇袭，粮草被毁大半，此事你可知罪？陛下，陈孙知罪，但陈孙之罪并非调度无方，而是未能提前肃清内奸，让宵小之辈有机可乘，连累了护送的护卫，也险些误了前线补给。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此事另有隐情？你上前一步，将李高的供词记录和伪造调令副本递上前。陛下，这是前兵部侍郎李高的供词，以及他伪造的调令副本。此次粮草被烧，是李高受丽妃娘娘暗中授意，先伪造调令调离黑石隘口的驻守兵丁，再派死士埋伏袭击。此外，三皇子的余党也参与其中，他们提供死士，条件是事成之后，丽妃帮他们平反，双方勾结，意图嫁祸陈孙。钱红接过供词和调令副本，仔细翻看，当看到丽妃授意三皇子余党参与等内容时，他猛地一拍龙案。放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后宫干政，皇子余党勾结作乱，竟还敢动北疆粮草的主意。殿内气氛瞬间凝固，丞相和李将军也面露惊色，没想到此事竟牵扯到后宫和废黜皇子余党。陛下，陈孙已派暗卫前往京郊山神庙取回丽妃的授意密信，想必此刻已在返程途中。另外，第二批粮草已在紧急筹备中，秦管家亲自前往江南督办，以变卖府中田产和积蓄为代价，要求粮商3日内务必凑齐粮草药材，绝不会耽误北疆前线补给。钱红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怒火。没想到你竟能在短时间内查清真相，稳住局面，还提前筹备好了第二批粮草。秦风，此事你处置得当，为让局势失控，朕心甚慰。丽妃之事，朕会亲自彻查处置。后勤之事依旧交由你负责，朕会派禁军协助你护送第二批粮草，确保万无一失。陈孙遵旨，谢陛下信任，陈孙定不辜负陛下所托，保障北疆后勤供应，绝不让前线将士缺衣少食。于伯看到你平安出来，松了口气，随即又面露凝重。世子，暗卫刚传回消息，去山神庙取密信的人遭遇了埋伏，虽成功取回密信，但已有2名暗卫受伤。看来丽妃在京中仍有残余势力，并未完全折服。丽妃经营多年，不可能轻易束手就擒，让暗卫加强戒备，护送密信的人尽快赶回府中。另外，去江南保护秦管家的暗卫也需多加留意，防止丽妃余党半路截杀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你心中清楚，此事并未结束，丽妃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还牵扯着三皇子余党，甚至可能有其他隐藏的势力。爷爷，您在前线浴血奋战，孙儿便在后方为您筑牢根基。秦家的荣耀，大钱的山河，我定会守好。